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师范大学胡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度量面状及线状构造在三维空间上的产出状态。自然界中除了水平岩层之外，由于受到构造运动的影响，大多数岩层都处于倾斜状态。这些照片都是自然界中出土的倾斜岩层。倾斜岩层的定义是，由于地壳运动的作用，使原始的水平岩层发生了构造变动，形成与水平面有一定交距的岩层，称之为倾斜岩层。倾斜岩层是一种最常见的构造形态，往往是某种构造的一部分，比如这座的遗迹断层的一盘。通常我们用产状要素来度量倾斜岩层的空间产出状态。产状要素包括走向、群向和群角。所谓走向，是指岩层与水平面的交线的方向称为走向线。走向线所指的方位角，这是该岩层的走向，它有两个方向，相差180度。与走向线垂直的直线称为倾斜线。倾斜线下群方向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线所指的方位，就是该岩层的群向。群向通常分为真群向和实群向。与走向线垂直的倾斜线在水平面上的投影为真群向线。真群向线所指的岩层倾斜方向是指的真群向。凡是不与走向线垂直的任何倾斜线均称为实倾斜线。实倾斜在水平面上的投影为实群向线。实群向线所指的岩层倾斜一端的方位为实群向。真群向只有一个，实群向有无数个。群角表示岩层的倾斜程度，是岩层的倾斜线与群向线之间的夹角。因为岩层有真群向和实群向之分，所以群角也有真群角和实群角。真群角是唯一的值，实群角有无数个，且实群角远远小于真群角。那么产状如何表示呢？主要有2种表示方法，分别是初始法，主要用于地质平面图的产状表示，如出是典型岩层的产状表示法。倾斜岩层长线代表走向，短线代表群向，数字代表群角。这类岩层箭头指向新岩层。水平岩层群角一般在0到5处的岩层，是一个十字形的线。倒转岩层箭头指向倒转后的群向，数字是群角。另外一种方法是方位角表示法，一般用于剖面图及文字描述中的产状表示方法。比如120度角35度，表示这个岩层群向120度，即群向南东方向，群角为35度。岩层产状测定方法有直击法和间接法。直击法在野外实际工作中，如果能够在路头上找到发育良好的岩层，直接用地质罗盘仪测量即可。间接法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条件所限，看不到出路良好的岩层面，只能在与岩层走向线不垂直的坡面上测量实群角和实群向。野外勘察要尽可能的找到可以直接测量岩层产状的位置，很少通过测量实群角、实群向来计算真群向、真群角。上面介绍的是面状构造的产状，但是在自然界中，除了面状构造以外，还有许多线状构造。它是岩层面上的一条线，这条线可以是断层面上的擦痕，这断层的交线，这座枢纽等等。在构造地质研究中，也需要测定这些线状构造的产状。线状构造的产状要素包括群幅向、群幅角、侧幅向、侧幅角。如出所示，群幅向是线状构造在水平面上的投影 ，OI 指示的以直线下群的方位，依附于前置面。
群辐角线状构造与水平面上投影线之间的夹角。侧幅下线状构造在颜色面上投影 OB 指示的银直线下圈的方位依附于颜色面。侧幅角线状构造与其在颜色面上投影线之间的夹角。制作的枢纽和桌面缠装是研究制作缠装和形态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制造这周的枢纽的缠装。这周的枢纽和一切线状构造的缠装都可以用群辐和侧辐来表示，只是测量面不同而已。比如图中 ABCDE 是这周的桌面， BF 是这周的枢纽，阿尔法是桌面的群角，德塔是枢纽在前置面上的群辐角，西塔是枢纽在桌面上的侧辐角， BFP 是枢纽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线，其方向为群辐下， BI 是枢纽在桌面上的侧辐下，并且线状构造的群辐角、侧辐角及线状构造所在构造的面的群角阿尔法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几何关系，sin德塔等于sin西塔乘上sin阿尔法，只要知道其中两个角中，就可以计算上另外一个角。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面状及线状构造缠装要素及其表示方法，这方面的知识在后续课程中会经常使用。谢谢大家。